一向不爱学习的男孩竟然在这次考试中拿到了第1名，而一向成绩优越的姜文月立马露出了凶恶的表情。到了晚上，他将男孩拖进教室。你是怎么考上冲刺班的？因为没读8个小时。快说！因为黑少年。他是怎么让你考上的？我要去让你找到他。虽然得到了心心念念的答案，姜文月却并不是个善茬。他指使男生把吴双一绑起来，然后关进一个密封空间后，两个人不管他的生死，笑着离开了教室。而班级里却总是传出一股臭味，老师和同学们都感觉很奇怪，却并没有人太在意。直到这天晚上，只剩下了一个女同学，才出现诡异的事。喧闹退去后，教室里终于安静下来。吴双一试图求救，却吓到了女孩。谁？是谁？之后班里的臭味越来越浓，看到同学们都露出厌恶的表情，姜文月却忍不住心花怒放，这才是他要的效果。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藏起无双一，让他在阴暗的角落里发烂发臭，然后用他散发出来的恶臭来报复那些附庸趋势的同学，简直一举两得。他回到家喷洒出香水，甚至还把香水带到学校去，优雅地喷洒在各个角落，从而遮挡气味，好让无双一能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彻底腐烂去世。然而事情总有暴露的一天。这天晚上，赵佳琪妈妈为了能进入家长会，找到姜文月妈妈申请入会，恰好今天轮到她打扫教室卫生。赵佳琪妈妈的到来正好代替了这份工作。晚上，一众家长来到学校，这次他们的任务并不是打扫卫生，而是被老师要求找到臭味来源。他们在教室里翻来找去，终于发现味道的来源就在讲台这里。于是家长狠狠踹开被封死的木板，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无双一。有人了！你看人家这就是被人家报仇的啦，这是得罪谁了？发生什么事？这么严重啊！然后无双一的事情传遍了整个聪明镇，黑衣少年也变成了众人口中的谈资。这天，王新宇带着赵佳琪来到他家，原来这个贫民区的女孩过得并不容易，家里买不起菜，只能自己种，而周围破败的环境跟赵佳琪家比起来简直天差地别。不过她并没有嫌弃好闺蜜，甚至还提出来要多多帮助她。可没想到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王新宇却特别害怕蛞蝓，还是赵佳琪帮他拿开脚上的虫子，贴心的放到绿叶上。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蛞蝓却变成了王新宇的梦魇。对于王新宇来说，他最大的恐惧就是那些无所不在的蛞蝓，他们不该存在他的人生中，就像是那些他不应该犯的错误。他不应该被困在这么恶心的地方，他不应该这么笨。可是不管他杀了多少蛞蝓，他们还是会回来，就像是不管他多努力，就是没办法摆脱迟钝的自己。如果有任何方法，不管是什么方法都好，他都愿意去做。石立琼在男同学口中得知无双一的事情都是姜文月和陈俊宏做的，便不管不顾带着一帮女生冲进卫生间质问。结果这一切都被藏在厕所后的王新宇听到了。随后姜文月就被带到学校角落里，石立琼拿着钢笔指着他的眼睛开始审问。他却不知道这个心机女正好看到陈俊宏跟随而来，立马一改刚刚的嚣张气焰，装作惊恐的尖叫起来。陈俊宏，你敢！虽然陈俊宏的出现及时救下了姜文月，却没有成功避免伤害，他眼底的位置被施丽琼刺伤，还没等他报复，这时学校里突然响起了警报声。王新宇为了能得到高分成绩，居然想拉着赵佳琪一起前往烟雾重重的丛林深处去寻找黑衣少年的踪影。安静的丛林也变得热闹起来，因为进入这里的不光有他们两个，还有陈俊宏和姜文月，以及偷偷跟在身后的施丽琼。他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寻找神秘的黑衣少年。忽然姜文月的周围开始出现低声异语，各种声音充斥在他的耳边。这时一个女生叫住了他，可当他回头时，却看到了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孩。好可怜哦，怎么会输给无双一呢？你别跑！害我们不被承认，害我们被瞧不起。是你害的，都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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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偏对自己好，理解吗？你要好好理解，好丑，死了！他不要了！你们都给我闭嘴！闭嘴！给我闭嘴！
正当他马上就要绝望时，却又听到四面八方飘来的赞美声，一声接着一声，支撑起他的爱美之心。姜文月拿起镜子看去，却看到一张诡异的丑脸出现在头上，他彻底崩溃起来，呐喊着想要撕下来这张鬼脸。同时树林的另一端，王新宇也受到了惊吓，他刚刚感觉头晕难受，却突然发现身上爬满了蛞蝓，他忍不住尖叫起来，想要赶走所有的虫子，结果却被赵佳琪紧紧捂住了嘴，因为在他的视角里，王新宇身上什么都没有。可下一秒，王新宇却疯狂地指着身后，赵佳琪猛地回过头，发现原来是母亲头戴防毒面具，站在不远处死死盯着他们。还好他及时赶来救回了2个女孩，不过丛林深处的姜文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崩溃地蹲在地上不知所措，却没有发现有团浓雾在慢慢靠近。不用害怕，想要变得更完美吗？然后他遇到了黑衣少年，得到了一罐梦寐以求的血玉果，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施丽琼看得清清楚楚。而此时的姜文月却不知道，这罐血玉果并不是什么聪明果，更有可能是后患无穷的恶果。但姜文月确实尝到了甜头，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明艳动人，路过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多看他几眼。这一切都是这罐血玉果的功劳，可他真的能一直这样美下去吗？